用自己做的酒酿煮出来的酒酿蛋花，果真是不同凡响。没错，今天我们要学的就是酒酿。1台斤的原糯米会需要这种3斤跟200ml左右的玻璃罐子。会用到的器具还有洗米，我大概会像这样子轻轻的抓洗3次。糯米一般我们都要浸泡5-6个小时，但是你也可以用我这种方式，就是60度的水温跟米同等比例1:1的水呢，然后浸泡这个米大概1个小时左右。大同电锅外锅1杯水，跳起来之后再焖个20分钟就可以咯。酒酿要成功的关键，第一个就是器皿必须要消毒，而且必须是无水无油的状态。那根据食品卫生规范，器皿要在沸水当中煮至少5分钟才能够得到灭菌的效果。那其他像是矽胶类或者塑胶类这种不能够煮的，或者是比较大的餐盘呢，我们就用这个酒精来擦拭。煮完的这些瓶子呢或者器具呢，我们就把它晾干。好，煮完而且已经焖了20分钟的这些糯米呢，我们就稍微把它拌开，让它的热气可以散掉。这边我准备了100克的凉开水来帮这个糯米降温。等一下我们要布菌，那布菌最适合的温度是28度到32度，不要让它超过到35度或者太高温，否则会把菌种杀死。这是酒酿成功与否的第2个关键。接着我们让这个还热腾腾的糯米呢，平铺在这个长盘上，主要也是让它降温。因为还是家庭主妇练习生，所以我小心翼翼的用这种探针式的温度计来确保呢，整个过程都能够在适当的温度之下。菌种的比例呢，你在买菌种的时候呢，上面会有说明。那我这个是600克的糯米呢，应该要放6克的菌种。不过因为这几天寒流来，只有20度、21度，所以我放到了10克。糯米的温度降到36度的时候，我就开始撒菌，是因为等一下把菌种拌入饭里面，它需要一点时间。那我不希望这个糯米的温度呢降太多。这样子撒的菌种呢会比较平均。接着我会倒入大概20克到30克的凉开水，让这个菌种跟米饭呢能够更好的结合在一起。拌饭呢，我的这个饭匙会用平摆的方式，那尽量不要用直角的去切饭，不然很容易把这个米饭把它切断。拌饭的时间也不要太久，不然它降温降到28度以下，这个菌种就很难起作用。接着我们把拌好菌种的糯米呢，把它装入这个里面确定已经晾干的玻璃罐里。我们大概装置瓶身的80%满，那不要太满也不要太少，否则如果里面空气过多的话，那个糯米很容易酸败。要让菌种发酵最适合的温度是28度到32度之间。夏天的话，酒酿放在室温等待收成是没有问题的，但如果像冬天，尤其最近寒流来，那我前面1个小时呢，我就会采取这种大同电锅保温的方式，让菌种的作用呢可以更快一点。记得全程是保温的，然后不盖锅盖。那这样子半个小时之后呢，它里面的温度到了34.6度，那不要让它超过到35度，所以我把插头拔掉。这样子在半个小时，那它的温度都还可以维持在31度左右。然后我们打开看看这个瓶子里面呢，好像已经有点在流汗了的感觉，然后我们就可以移到你家里面比较温暖的地方，比如说像这个热水器旁。你可以用羽绒服或者毛衣呢，把它包裹一下，让它更温暖。大概2天之后，我们来看这个糯米已经往上漂浮，那下面大概有一层这样子的出汁的状况，其实就已经可以试试看了。
如果你想要让它出汁再多一点的话，让它酒味再更重一点，你可以再多放1天。不过我觉得48小时的气味已经非常好了。元宵节要到了，我们来试试看酒酿汤圆。碗里放上我们刚收成好的酒酿，撒上一些桂花。然后将汤圆带着汤汁盛入，最后再撒上一点桂花点缀，哇，酒酿汤圆就可以上桌喽。锅里放进2碗水，然后呢泡过的这个桂圆以及红枣，那再加上大概半碗的酒酿，我们等到它水煮滚之后呢，你可以试试看甜度。其实这样子就已经蛮甜的。那如果你觉得不够甜，可以加入一些黑糖。最后等水滚的时候呢，我们打入1颗蛋。最后我们可以撒上一些枸杞点缀。这是一道冬天的时候吃到会觉得非常疗愈的料理，而且不知道为什么，吃着吃着突然好想哺乳哦。